左边写的直播就是直播，没有直播的就是录播。看这像李小姐，我售楼处小姐好吗？售楼处的我是。我今天健身累死了，有史以来最累，从来没这么累过。真的很累。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楼网，就是你看中了没有？就是我们这个楼网大概是总体面积在1200平左右，2层。然后我们这个大平层会比较大一点，第2层的话它会比较小一点。那主要的话面积集中在客厅。如果先生感兴趣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楼网，因为我们占地面积的话会比较实在一点，实用面积也是比一般的楼要多一些。我们这边的柱子会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称它为楼网。Yes， 1200平。价格的话呢，谢谢他和引流多师姐的粉丝通行证，谢谢。价格的话呢，如果一次性付清的话，我可以给你打8折。有没有兴趣啊，先生？如果一次性付清全款，我可以给你打8折。当然了，如果你看房的话，就是我现在陪你去1对1的看房，给你详细的介绍这个楼里面所有的面积和设施，而且我们所有的都是精装修，包括这个楼网里面的所有的装修的材料都是我们这一批楼盘里面最顶级的，其他的材料都没有我们这个楼网的装修材料要更好。想要看房吗，先生？看您的样子，应该是感觉像是事业成功的男性。价格的话，现在还好说。价格的话，现在我们一次性付清是打8折的，你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先可以不用讨论价格。先得您满意才是，如果您不满意，我说的这些都是虚的。是销冠吗？怎么样？我没有潜力做售楼处的销冠，有没有潜力？短剧看多了冷声，你什么身份陪我给我抢楼啊？然后突然之间冒出来一个，不知道是谁。我们要一次性付清全款才打8折的，如果您只是付首付的话，我们将以原价售卖给您，因为这个您懂的，这是行业内的规则。因为这款房子已经有很多人在抢了，并不是先生您一个人。这个名额的话，谢谢摘星星，谢谢摘星星开通的守护，谢谢。这个名额很多人都在抢哎，所以先下手为强喽。谢谢摘星星开的挚爱守护，谢谢。怎么样？想好了没有？先带您看房吧。要戴眼镜吗？什么叫做楼网？你应该是知道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楼盘里面，这个房型是我们占地面积和所得面积最大的，是所有楼盘，我们这个楼盘里面所有的房型里面最大面积的。
其他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但是我觉得这款更适合你，代表您的身份。谢谢摘星星的4倍亲密卡。空间当然是越大越好，你怎么知道以后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首先您需要一个超大的衣帽间来彰显您的身份，因为您需要很多的场合去放你不同类型的服装。然后其次的话，我觉得客厅面积一定要大，因为你一定有很多的客户要来你家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给大家看到的地方做的敞亮一点。然后接下来我觉得需要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因为我想做饭的时候可以做一点有情趣的事情，也是很不错的。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要一个非常大的贵族沙发，这样才能彰显您高贵的身份。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水晶吊灯，就是从楼上到楼下都能看得到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客厅的面积需要大一点，1200平其实并不是很大了。谢谢摘星开通的炒粉，谢谢。这个如果说您不需要打折的话，我可以考虑给您做2个月的私人管家，如果您需要我的话。那不打折的这个您懂的呀，就是我们卖房也挺辛苦的啊，需要一点点的回扣。销售，我是这里的新人，并不是金牌销售，但是如果做成您这一单，我就是这里的金牌销售了。本来就是这个衣服其实是那个酒店销售的那个衣服，但是我缺一个名牌放在这个左胸这个位置。对，也不是啦，我觉得我做销售固然可以，但是现在售楼处的销售有没有年龄要求？超过30岁还要不要？哎呦，不知道超过30岁人家还要不要我？谢谢这星星上签抽出豪车派对了！我的天呐，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这星星100块钱，就抽到了1000块钱，这星星。是100块吗？100块是吧？10块钱一个，谢谢摘星星，谢谢爱你，谢谢摘星星，谢谢。天哪，一来就有好运气，太白了，太白了。今天还收到黄金飞机了，我吗？我收到飞机了吗？嘿，真的假的？是我不在的时候吗？太棒了，太棒了！这运气也太好了，一来就刚直播就收到。有眼镜，我有2副眼镜，你们帮我看看哪副好看一点。美白啊，其实白是天生的，后天美白要花很多的功夫的。我赚多少这个不能告诉你，反正如果说您需要打8折的话，我们可以全款付。这是我的权限，你到其他的销售那里是不可以给你打折的。这个银色的眼镜跟这个金色的眼镜，你们看一下哪个好看一点。我没有做过销售，都是临场发挥的。我只是觉得这个衣服比较像
房产销售，所以我就是临场发挥了一下，我真没有做过，我也没有接触过。这个银色的眼镜可以吗？好，这还没有江香老师了，这个是银色的。眼睛太大了。这是我这一副就我一直戴的。Hello， 晚上好，开国周总人。这副我一直戴的。这个呢，就戴眼镜就不像销售了，销售不能戴眼镜，戴眼镜就像老师了。破坏美感。不戴眼镜好看一点，对吗？我有老师的气质，有没有？戴眼镜像销售领导，是我有那个领导的气质吗？我不觉得我有领导的气质啊。我准备把这个流量卡现在开始用，刚才我没用，11、12、1差不多。OK， 刚才我要等到11点再用。对，是直播，是直播，大家可以把粉丝牌砍下，然后把虎粮丢一丢。这个衣服就差一个名牌了，等一下我热了我就把它脱掉，就变成那个白衬衫了。其实我本来想买丝巾款的，后来就买了这一款。我觉得丝巾款太像那个空姐了，就是我穿什么只要带丝巾就很像空姐，服务员是不像的。之前我说我是那个家政服务，他们都说不像空姐，买了一套那个家政服务的衣服都说像空姐，就不能带丝巾，一带丝巾就要空姐了。对啊，家政服务不是，家政服务是灰色的那一套，灰色。你像风一样出现。我今天健身累死了，可能是因为我打完指针的关系，出了好多的汗。穿什么都像模特，谢谢对我的称赞。那个叫玉芬。左边那个是铂，铜的铂，铜铂。我今天有点没睡好，然后又去健身了。健身，我今天练的是一个普拉提，那个普拉提把我累得半死。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快撑不住了，出了一身的汗，我整个后背跟后腰都出了很多汗，太累了。普拉提怎么可以这么累？
我感觉我可能明天就要瘦下来的感觉。我每次去健身，然后健好回来，我就感觉我第二天就要瘦下来了。但是健好身之后巨饿，很饿，然后就要吃很多的肉，吃很多的东西。这个嘛，这就是敲的，用来敲的。普拉提男的做很多啊，很多男的都做。其实普拉提对健身来说的话，普拉提会更难一点。就是如果你经常练力量的话，你突然去练普拉提了，你估计都练不上，因为普拉提它是拉伸比较多，有很多男的他身体比较硬嘛，他根本练不起来。因为女人身体比较软，她能拉很多的动作都是拉，就是用力量去拉，它力量感会更强一点。普拉提的肌肉它是那种薄薄的肌肉，如果练器械的话，它是那种一块一块的大肌肉，看你想要什么样的身形。普拉提男的也可以，但是要身体比较软的，拉筋，骨头也可以拉。而且普拉提主要是呼吸，它配合呼吸，它对身体比较好，练久了之后身体会比较好一点。器械的话，主要是练大块肌肉的，看你需要什么样子吧。像女人的话，她因为普拉提主要她的练习，她的上半身跟下半身的力量都非常的强。你像那种练普拉提的女人，你都打不过。我说实话的，就是那种长期练普拉提的那种教练，他身上都是肌肉的。你看他们看着瘦，实际上他们力量很大的。你跟他打架是打不过的。我累死了，我真的累死了，浑身酸，我连这个话筒举着我都觉得酸，好累啊，话筒都举不动了。你就是练普拉提的女人啊，菲尔乐团，你是女孩子。普拉提的练普拉提的女人，长期练普拉提的女人，力气很大的。你不要跟练普拉提的女人打架。川大等一会儿11点半吧。我再别个名牌就更像了。哎呀，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坚持每天都去训练，你一周见个5次已经是很厉害的了，哪有那么多时间？主要是时间，人每天要工作，还要花出那么多时间去健身，没有这个精力。你说很多人他下了班之后就想躺着，因为很累啊。所以一般性里说，身材又好的，身材很好的人，他一定又有钱又有闲，要么就是做像我们这一行的吃外贸的。所以说训练今天就吃夜宵。你呀，你现在吃饭了？你吃什么东西啊？你说刚才那首歌 DJ 阿彪也是刚才那首歌吗？不可能，主要是你没这个时间。你如果说每天工作都很忙了，哪有时间再去健身啊？就是会很疲劳，并不是身体上的，是大脑的疲劳，他们就没有这个精力去练了。除非是做演员的，做那种靠颜值吃饭的，平面模特啊什么的，那没办法，模特是一直要练的。一周6练怎么挤啊？你又要吃饭又要玩，你要出去玩，你怎么挤时间啊？其实我看，因为我每天睡觉的时间太长了，我每天至少要睡90个小时，9个小时我都觉得有点不够，然后有时候睡10几个小时。等我醒过来之后，我发现我能醒着的活着的时间其实蛮短的了。
就是我能一直睡，而且我中间不会醒，就睡得太多了，7个小时不够哎，不够，我要睡很久。我朋友都说我把时间都睡掉了。我其实虚，我是虚，我不是质量好，不起来上厕所，从来不起来。我身体虚，我要很长时间睡觉，而且我不是那种浅睡眠，我是深睡眠，就是我睡的是梦也不做，尿也不上，打雷也叫不醒，地震也搞不醒我。梦露，玛丽莲梦露吗？打不打呼噜？我一个人睡，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不打呼噜吧，因为我不口呼吸。我就是睡觉时间太长了，我很苦恼，因为我活着的时间比大家一般要短一点，我就是苦恼这个。哎，我其实睡眠时间好，我才能给你们做助眠啊。我睡眠时间都不好了，我做什么助眠呀？因为我睡眠时间好，所以我心态好啊。就是你睡觉好了，你整个人状态都能好，你的耐心也会变好，我才能做这一行嘛，是不是这样？因为睡觉其实很重要，没办法，我真起不来，我觉得睡觉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谁都不能影响我睡觉，谁影响我睡觉，我就给他揍一拳，我就把他揍飞。一天能睡12个小时，蛮好的。我是没办法，必须得起来。我要是不讲弄这个闹钟啊，把我叫醒的话，我可以睡14个小时。有的很多人一天只需要睡6个小时就醒了。谢谢没名字的胖毛，谢谢。今天有一个新的电视，我今天电视都发掉了，大家都收到了吗？今天好像有新的电视，还是12点以后吧，要么抽集结令吧，看看能不能抽到什么奖杯情书如意结。抽集结令还是抽上上签呐？抽集结令吗？先抽集结令吧，先上个集结令。38大西瓜，大家可以上一下，看有没有能不能抽到大礼物。12点以后有个新的活动，我们12点以后再抽。也不是老年人睡眠短，就是每个人身体是不一样的。我爸妈睡的时间也很长，我爸睡的时间短，我妈睡的时间长。就是有些人需要很长的睡眠，有些人不需要很长的睡眠，这个跟每个人个人有关系，并不是说人老啊人年轻这样的。对，今天电视都发掉了。就是也不代表你睡得少身体不好，也不代表你睡得长身体很好，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不一样，他的身体构造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你像有的人那个地方还大一点，那个地方还小一点呢，对不对？谢谢，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卡卡牌子，大家上上集结令啊！38大西瓜 ，Hello 汪汪哈士奇，综艺咪1小时睡午觉挺好的，睡午觉很好的，但是他们说如果你醒了之后再睡的话，不能超过2个小时，要不然伤脑子。就是你如果说醒了之后，下午像中午午觉之类的，你不能睡超过2个小时，睡超过两个小时是伤脑子的，会变笨的。你可以睡1个小时够了，但是你没有醒没有关系。1个小时吗？谢谢寒情9万里，但我不需要中午睡觉，那就连续睡嘛，连续睡。我是身弱型，就是我是虚的，所以我需要很多的睡眠，并不代表我身体很好。我其实觉得我的那个肺是有问题的，因为我感觉我肺活量太小了。怎么去提升那个肺活量啊？跑步嘛。我小时候肺活量就很差，感觉不大行这个肺活量。
怎么去提升肺活量？自己肺活量太小了。做有氧吗？游泳。游泳主要是没有地方，我起床都已经很晚了，游泳池的水脏兮兮的，不敢去健身房的游泳池。1天1包烟，开玩笑。我也喜欢游泳，要是家里有游泳池就好了。哎呀，我的天哪，我真的太异想天开了。要是家里有游泳池，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游泳。我不想去外面游泳，好脏啊！外面的游泳池。谢谢泡沫的烈焰弓箭，谢谢，谢谢幸好有你，谢谢小丽。公共泳池不行啊，因为公共泳池都是早上换水，到了下午都已经是被很多人游过了，里面好脏，还有小孩在里面大便小便，才不想去呢。加速海边，海不能游泳吧？如果你在海里游泳，是不是很危险？那种海呀、江啊，我们宝山这边不是有一个江吗？它其实那个江是汇入到海里面，怎么说？就是它那里是江。可是它会汇进海里，就是我们吴淞那块，吴淞码头那边有一块，很容易死人。以前我有个小学同学就死在那里，他因为涨潮的时候，他不是有那个涨潮吗？突然之间涨潮，把你的人带进去了，你就出不来了，不能随便在那里游泳，是禁止的。带泳池的别墅，那得赚多少钱呐？那你好开心哦，是吗？一朝尾都还开着吗？倒闭了没有？我怎么觉得我很久没有看到一朝尾的了？我记得舒适宝好像倒闭了，是吧？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健身企业倒闭了。倒闭了是吧？我知道的。就是有一家很大的企业倒闭了，如果是你开这种很大的健身房，只要没有人来就倒闭，因为我们其实中国人还没有太好的健身的习惯，除非是那种外国人比较多的区域可能会好一点，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开那种小的工作室，就不开那种太大的，因为成本太高了。现在很多那种比较大的健身房都是国家的，就是它的那个区域是属于国家的。我有健身的习惯，有。人年纪大一点了需要健身。一般超过30岁就会有健身的意识了。你现在有健身吗？如果你超过25岁就有健身的意识，那可是太好了，因为你25岁长肌肉长得快一点。还有3分钟，这波上完我们就开始，差不多开始展示穿搭了。散步啊，散步算吧，散步算运动，不算健身。散步因为它只是能让你有运动有氧吧，算有氧运动，不算健身。健身其实是要塑形啊之类的，你要有个结果，因为你散步看不到结果，健身看得到结果，你要的是结果。就像我要的是有这个肌肉线条吧，没办法呀，你不累你怎么会有好结果呢？任何事都是先苦后甜的，没有说就是让你想就有，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但是可以打药，男孩子可以打药，但打药对身体不好，对那方面不好，打药的人都那方面都会那个什么短小不齐，对。打药其实无所谓，很多人都打药啊。如果你真的想要身材好的话，脑袋尖尖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脑袋尖尖？打药的话，其实有一个说是打那个生长什么生长素啊，它就是让你的那个肌肉长得更快一点，让你身体的代谢更加速一点。它并不是让你长肌肉的，有一种叫生长素，然后它会让你训练的效果特别好。你不要打太多就行了，好像是可以打的。我看，哇，好多韩国人都打这个。骨头会变尖，真的吗？为什么？好吓人哦！哦，怪不得会变小哎。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说打药的人会变小？原来是这样。我看他们好多韩国人都打药，因为他们那个韩国的那个美容院里面有打药的这一项，就是专门给男士健身用打药的。就我的话筒没变形，我也开美颜了，就是开的不大。我就是开了很小的美颜，所以不会变形。我也没有优势啊，就是我现在不开美颜，人家都以为我开了美颜，我都以为我开了很大的美颜，对，我开了一点点，那人家也不会见到我线下呀，所以没什么优势。我就不开美颜的原因是怕我变得太多，然后粉丝不认识我了。其实我觉得开美颜能开得好看也无所谓啊，只要你们肉眼看到的是好看的，你何必在乎人家具体长什么样呢？因为你们也只是在网络上看到他开好美颜的样子，你也不会跟他线下见面呀，对不对？所以无所谓人家开不开美颜这件事情，只要他呈现出来的给你是好看的就行了，不用去在乎主播开不开美颜。我开的大概就是一点点瘦脸，然后一点点磨皮，其他东西都没有开过。因为皮肤的话我可以不开，但是不开会有一些黑眼圈啊、泪沟啊什么，因为这次没有打泪沟，打了泪沟之后就不用开泪沟的美颜了。不打泪沟的话会有点泪沟，就是黑，因为泪沟会造成它这里有一块黑色的东西，所以我得开一下，主要是为了遮一下黑眼圈跟泪沟，然后就有点小脸，因为上镜脸会稍微胖一点嘛，再小一点脸一点点就可以了，其他都不开，是不是有道理对吧？我一般就是这个地方我会凹陷嘛，这一块应该很多人都会，就这里会凹陷，眼睛大一点的人都会，你就往这个里面填充一点胶原蛋白就可以了。对吧？我说的是，其实你们不用在意女主播她开不开美颜，虽然我是不怎么开美颜的，其他女主播不管她开的大也好，开的小也好，只要她呈现出来的是漂亮的，你们看着舒服的就可以了，何必在乎她线下长什么样呢？她线下长什么样，你也不会见到她本人，她也跟你无关。所以我们要看得开心就行了，不用去考虑这些，不然是为难你自己。你看到别人漂亮，然后说哎呀她是开美颜开大的，这个时候你就会不喜欢这个人，那不是很可惜吗？你明明看到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生，你因为她是开美颜开出来的，你就不喜欢她了，那你不就少了一个喜欢的人，是不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么喜欢的人，因为觉得她开美颜开大就不喜欢了，多可惜。小碧螺，我不知道这个人，
我听说过他的传说，但是他是套脸吧，他不是开美颜，他是套了一个动漫的脸在脸上，然后那个动漫的脸他掉了，他掉了。其实真正长得好看的人是真的不需要开太大的美颜的，因为开太大的美颜只会让他变得更丑。就是可能你们不能理解，很多人都说很多女主播是开美颜开出来的，就是可能她长得没有那么好看，她需要通过美颜让大家看上去舒服一点，好看一点，就比例不是很好啊，五官不是很好看。但是长得很漂亮的人，她再开美颜是反向的，她会很丑。所以漂亮就是漂亮，漂亮就是天生漂亮，不需要开美颜，就这么简单。谢谢小虎牙的粉丝通行证，谢谢。但是我又研究了一下，像那种很漂亮的美女，她哪有这么多的耐心来跟你们逼逼呀？来这边跟你们直播这么久，天天陪你们。她如果长得很漂亮，早就有人把她拿下了，她还需要做这种受苦受累的工作吗？所以总结下来，能做女主播的并不是特别漂亮的，因为他们要靠美颜就漂亮，是不是？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好看，就是你说我要到演员的级别，可能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不能舔着脸说我什么已经美到什么地步了吧，我都没有办法舔着脸这么讲。首先我并没有那么好看，其次我是比较喜欢这份工作，因为我个人比较 I， 然后呢我跟你们讲话聊天会让我也挺开心的。这是怎么说，我喜欢这份工作，我为什么能做这么长时间，因为我喜欢，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每天的流水其实并没有很高，大家也都看得到的。而且我做这份工作，我并不像其他的主播就是累死累活的，就是天天一定要直播啊，一定要开播啊，或者怎么样。我不想开播我就不播了，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要让我一直热爱，我就得按照我自己的就是喜好来去做。如果我有一天我逼着我自己去做这份工作，那我就不热爱了，我就不会再做。所以一直以来过了这么多年还在做，人家说做这么多年还在播，其实就是因为我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的去直播，才能坚持到现在。就一项工作一旦变成逼迫你自己了，你就不愿意做了，你就会呈现出来的状态也不会那么好吧。因为大家喜欢看我，也可能是因为我的状态大家看着比较舒服，在我这里比较减压。那为什么比较减压？那就是通过我本人带给大家的，就大家会觉得我整个人比较松弛，所以在我这里也比较舒服。如果我是一个很焦虑的人，如果我本身心态也不好，那你们在我这里也同样能感受到不舒服的感受。所以我们主播像我这种减压的主播，就一定要真心的愿意做这份工作，然后真心的把自己的松弛带给大家，大家才会真正的感觉到是在这里放松的。这是我的一套道理，套在别人身上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是这样，会比较舒服一点。所以我想旅游了我就去旅游了，然后回来大家愿意看我继续看我，大家如果觉得我太懒了，然后想去看那种勤快的主播，那就去好了，我也无所谓。歪理好了，那你觉得歪理就是歪理好了，你觉得是歪理就是歪理吧。我去倒点水。我都说了，这个代表我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不适用于其他的人。但是如果你觉得是歪理，那就是歪理，因为在你那里不成立，在我这里是成立的。倒点水。对啊，哄别人之前肯定要自己先哄好啊。我自己肯定要先调整好自己状态，我自己状态不好，
我也不会直播的呀，自己状态不好，肯定想先去放松放松呀，玩一玩啊，然后自己舒服了再来直播。我不是月底就去韩国玩了吗？玩了一圈再回来，吃吃喝喝的，反正最开心的就是吃喝玩，吃喝睡觉，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只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直播环境没有以前好了，可能是因为大家身上的钱都不多了，或者是直播充斥着一些不是很好的东西，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就冒出来了。我去倒水，倒点水。我觉得以前我刚开始直播的时候弹幕会更好一点，现在的话就是有一些脑子不大正常的人，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就是可能脑子不正常吧，然后会跳出来在这边说一些让人看不懂的话。以前我会很不能理解，然后我会说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说话，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好吧，那就随你吧，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也懒得跟你去争，鸡同鸭讲不了一点，你讲 A 我讲 B， 大家怎么能讲到一起呢？不是在浪费自己的气血，讲话就是在浪费气血，我跟这种人生活，我浪费自己气血干什么？我去倒水了。手机睡的呼噜声实在是太大了，我在外面都听到他打呼噜。哎，对了，就是以前朋友他说他住在成都，他住了一段时间，他会觉得呼吸很不好，他就还是想住在上海。说成都那边不知道为什么湿气啊，还是什么东西，他受不了。气压低哦，但他说老是要喘，那个叫什么哮喘啊。哮喘，他可能本来就有哮喘吧。他说每天都呼吸不上来，然后咳嗽，然后咳得不舒服。我在上海。
哦，而且我从小出生在上海，我觉得上海空气还蛮好的。就是上海它有的时候会很潮湿，也是会很潮湿，会闷热。是上海的热，它是那种像蒸笼里面的感觉。我准备今年冬天去下东北玩，我从来没有去过北方。女强人即视感，我是销冠，我是售楼处的销冠。哎呀，上海实在是玩的太晚了，有时候我朋友都玩到早上5点钟，我真的受不了。他们一喝酒，就是那种永不停歇的，然后早上5点钟谁受得了啊？那个酒喝的呀，都受不了他们这一点。他们开那个水烟吧嘛，我那个朋友开酒吧，又开了一间酒吧，这2天又叫我去，我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去，玩到晚上很晚很晚，真的受不了一点。我能喝酒吗？我能喝，但是我不爱喝，我不喜欢喝酒，我觉得酒难喝，就是我不喜欢喝酒的感觉，因为喝一点点酒，我的酒立刻就散了，就是我可能会晕那么一小会儿，然后过一会儿就散了。之后散了之后，你会看到各种人发疯，坐在地上哭了，然后上次还有人拉屎拉在裤裆里，我实在不想看到这些事情，觉得为什么我要去看这些人出丑呢？也不好看啊。你知道，就很，哎，喝了酒之后人各种出丑，没有办法。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拉肚子，然后他喝多了，他就拉在裤裆里。这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了，还有人当众尿尿，啊，我真的服了。我看过很多人喝好酒的丑态，因为我喝酒很容易散掉，就是我喝了，我可能头会晕。但是晕一会儿，我喜欢吃东西嘛，然后吃了之后就散了，就散掉了。男的女的都有，男的女的都有。但是大家都喝多了，结果就剩下我一个。然后我在那边看他们表演，到最后送别人回家的也是我。上次优艺过生日也是我送他回家的，他生日礼物那么多，一点点的帮他拎上家里，我觉得我很累。还好那天有一个他的女性朋友陪他一起睡觉，然后帮我一起拎，但还是很累，因为他一个包厢里面20几个人，送的礼物有20几包，你知道那是多么大的工程。我实在受不了，每次都是我最后送人家回家，我受不了这种，所以我不想喝酒，我真的不想喝酒。我最讨厌喝酒，就是因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要收拾烂摊子，很烦。Hello， 回眸，晚上好。你不去的话又不好啦，朋友叫你嘞。我也觉得不好喝哎。朋友过生日啊，怎么提前走啊？还是自己很好的朋友。放个慢的音。这次我从韩国回来买了很多解酒药，我准备下次去喝酒的时候分发给每一个人，买了好多。然后我一到那个场子，我开始发解酒药，买了很多。韩国的解酒药很出名的。
每次都是喝大。你酒量不是很好，有用的，韩国全是解酒药，超市里面全是。你们需要解酒药吗？我可以给你们，你下次需要我可以给你代购。不喝酒就好。深蓝又中奖了，你这深蓝，你这个深蓝，你的运气也太好了吧！今天是售楼处的小姐。先生，如果需要买房的话，可以带你看一下房。看房之前先看看我吧。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回扣啊？我希望各位给我一点回扣，可以吗，先生？
是要买那套楼王吗？我说那套楼王买了之后给我一点回扣，30%。谢谢艾米，谢谢。可以吗？行不行啊？房产证使不得，房产证就算了，只需要点回扣就好了。我做你3个月的私人助理、私人管家，只要你需要我，随时待命。怎么了？答应了。有点热。你不热吗？你不热吗？为了感谢你给我的回扣，那么接下来我给你掏掏耳朵，按摩按摩。想你买了
子买一套房，日夜奔波，看了好几套房了吧？决定买这一套房，一定不会亏待你的，所以现在只需要闭上眼睛，躺在我的怀里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可以卡卡牌子就更好了，点点关注，卡卡牌子就更好啦。刚才我把灯光暗了一点。没关系，没有扣钱，没有扣钱，谢谢荔枝，谢谢。没有扣钱，没有扣钱，没关系，没关系。没有扣钱，没有扣钱就没关系。主要就是怕扣钱，不扣钱没事，就是这个招。谢谢绿卡，谢谢。现在12点以后再上电视还有5分钟。
休息一下，我明天要交一些东西，交一些作业，帮别人录的视频。今天晚上还是我完了之后，明天休息一下。剪别人的视频要发一下，还有充电的视频。一天把它完成。B 站的充电的视频，你自己跪在椅子上好吗？跪在椅子上看给我。你自己跪在椅子上看直播。B 站更新还有一些停止。停止就是这里不大好说，就是根据你想要的类型给你定死的，比方说念你的名字啊之类的，那种 ASMR。你要深蓝会跟你讲的。谢谢冷风。签了大概有4个，签了4个。刚才应该是胸，其实这个程度是没有关系的，就不能太深了，再深就会被